就在今天2025年12月11日，科技圈最重磅的消息终于落地了。OpenAI 正式发布了 GPT 5.2。对，大家等了超久。我们手上拿到了几份刚出炉的技术分析报告。今天我们的任务很明确不只是带你看看新功能有多酷，而是要一起拆解 OpenAI 这次发布背后堪称教科书等级的商业策略。没错，因为如果你只看表面，会觉得这是一次技术升级，但往深了看，你会发现这是一堵精心打造的墙。一堵墙。对，我们今天就是要带你看看这堵墙是怎么盖的，又是为谁而盖的。而且这一切都源自于 OpenAI 内部一次极不寻常的叫做红色警戒的事件。红色警戒，这听起来像电影情节。好，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报告里提到 OpenAI 执行长 Sam Altman 亲自下达了这个指令，当时的气氛肯定很紧张。究竟是什么事能让这家 AI 巨头拉响警报？你猜猜看。难道是竞争对手出大招了吗？你猜对了，而且是正中红心的一击，这完全是对 Google 的直接回应。是 Google 对，当时 Google 毫无预警地发布了他们的 Gemini 3系列模型，而且在好几项关键的基准测试上，那个分数都实实在在地超越了当时的 OpenAI 模型。哇！这在 AI 圈等于是直接把战帖甩在 OpenAI 脸上，直接威胁到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个市场龙头地位。我记得那阵子，所有科技媒体的头条都是 Google 逆袭成功，所以红色警戒等于是 OpenAI 的战斗总动员令。他们具体做了什么？总不会只是让工程师多喝几杯咖啡吧？当然不止。这个指令触发了 OpenAI 内部一次非常痛苦但极其果断的战略大转弯。根据报告分析，他们几乎是壮士断腕，暂停了2个当时看起来非常有前景的计划，一个是原本规划好的广告业务，另一个是更宏大的通用 AI 代理，就是 AI Agent 的开发工作。等一下，延后 AI 代理的开发，这可是被视为 AI 的下一个圣杯耶！他们居然愿意为了反击 Google 而暂停这赌注也太大了吧？非常大，但这也凸显了他们的决心。他们把所有空出来的顶级人才和运算资源，全部无一例外的都集中到一件事情上，不计代价的完善 GPT-5.2 这个核心模型。所以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从 Google 手中夺回地表最强模型的王座。这是一次极具风险的战略性牺牲，他们等于是把所有鸡蛋都放进了 GPT-5.2 这个篮子里。所以在这个压力锅里诞生的 GPT-5.2 究竟是什么样的产品？报告里强调，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单一模型，而是分成了好几个版本，对吧？对，这正是他们策略聪明的第一步。他们不再用单一产品打天下，而是学会了更细致的市场区隔。GPT-5.2 主要是一个系列，有3个核心版本。首先是 Instant 快速回应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日常使用的 Toyota， 可靠、快速、效率高。了解。处理邮件、快速查询、写个文案草稿，它都绰绰有余。报告预测，这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免费版用户的基础模型。OK， 就是满足大众市场的基本盘，但这样分成不会让使用者很困惑吗？如果我只是一个自由工作者，我怎么知道我需要更贵的版本，而不是 Instant 就够了？感觉 OpenAI 在刻意创造一种性能焦虑，逼着你付费升级耶。你这个问题正好点出了他们商业模式的核心。他们确实是在创造焦虑，但更准确地说是创造价值区隔。价值区隔。对，这就要谈到第2个版本，也是这次升级的真正主角，叫做 Thinking 专业推理版。Thinking， 它就是专门为你刚才提到的自由工作者、工程师、分析师、顾问这些专业人士打造的。所有最惊人的性能跃升几乎都集中在它身上。它的存在就是要清楚地告诉你 Instant 能帮你处理资讯，但 Thinking 能帮你完成工作。处理资讯和完成工作，这个区别很关键。那第3个 Pro 版的
专家等级版听起来就是给金字塔顶端用的。可以这么说 ，Pro 版就像是 F1 赛车，它的目标不是在市区开，而是要在赛道上刷出最快圈速。哈，懂了。也就是说，它主要用来追求顶级的基准测试分数，以及加速科学研究这类最前沿的应用。对绝大多数的企业或个人用户来说，可能感受不太到它和 Thinking 版本的巨大差异。但对于那些需要极致性能的顶级客户， Pro 版就是他们的不二之选。好，产品分层我们搞懂了，但这里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报告花了极大的篇幅在讨论一个叫 GDP Val 的基准测试。这名字取得很有意思哦。GDP 听起来就跟钱有关，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对 OpenAI 的商业模式如此关键？ GDP Val 正是理解 OpenAI 整个商业策略的那把钥匙，它跟我们以前听过的那些学术测试完全是两回事。哦，怎么说？那些测试像是考 AI 物理难题或哲学思辨，很抽象。但 GDP Val 不一样，它是一个极度务实的综合评估，专门衡量 AI 在44个典型白领职业中的知识型工作能力。所以简单说，它测的不是 AI 有多聪明，而是它能帮你的公司省下多少钱，测量的是直接的商业效用。直接的商业效用，这听起来就像是专门设计给企业财务长看的成绩单。那 GPT 5.2 在这上面的表现怎么样？数据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惊人。报告指出，上一代的 GPT 5.1 在这个测试中得分是 38.8。38.8，还行。这个成绩不错，但还不到革命性的程度。而这一次的主角 GPT 5.2 Thinking 版本，你猜得分多少？看你这表情，肯定很高。我猜50%。是 70.9%。多少？70.9%。对，70.9%。这几乎是翻倍了。等一下，这个数字代表什么？这意味着在他测试的那44种白领工作里 ，AI 已经能完成70%的工作内容了吗？你的理解非常接近。更精确地说，它意味着在许多专业任务上，它的表现已经达到，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有经验的人类专家。我的天，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捩点。AI 不再只是一个助理，它开始变成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虚拟员工。这太夸张了。报告里有提到具体的例子吗？这些所谓的专业任务到底是什么？有，而且这正是关键中的关键。报告明确点出，这个70.9% 的高分，具体体现在2个杀手级的应用上。是什么？试算表生成和简报生成。好，我好像明白了。这2件事可以说是所有办公室工作的最大公约数了。完全正确。不论你在哪个行业，财务、行销、营运，你都离不开 Excel 和 PowerPoint。没错。想象一下，你不再需要自己熬夜拉表格、设公式、调整图表样式，或是为了季度报告的 PPT 抓破头。你只需要给 AI 一段指令，像是分析这份销售数据，找出 Q3 表现最好的3个产品线，并生成一份包含趋势图、比较表和结论的简报，然后它就直接帮你完成了。对，就这么简单。等一下，所以我明白了，这根本不是一个技术分数，这是一张价格标签。哈哈，没错。OpenAI 直接把 AI 的性能换算成钱，然后拿给企业的决策者看。他们等于在说，别再跟我谈什么神经网络架构了，看看这个数字，这就是我们的 AI 能为你的公司直接创造的价值。你这个价格标签的比喻简直一针见血。GDP Val 就是 OpenAI 整个付费策略的基石，它为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先析的投资回报率，就是 ROI 的预期。这让企业采购 AI 服务从过去的研发支出变成了可以明确计算效益的营运投资。好，既然他们手上有 GDP Val 这张王牌，那他们是怎么围绕它来设计收费模式的？这都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付费墙，具体是怎么盖起来的？他们的策略非常清晰，我称之为双重锁定。双重锁定。首先，第一重锁定是功能区隔。免费用户未来大概就是使用我们前面提到的 Instant 模型，你可以用它来聊天、查资料、写草稿，
这些基础需求都能满足。但只要你想让 AI 帮你做更复杂、更有价值的事，你就撞上了第一堵墙。没错，那些最具商业价值、直接对应 GDP value 高分的杀手级功能，也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试算表与简报生成，被严格的限制在付费层级。了解。这就像是航空公司，经济舱可以把你送到目的地，但如果你想要平躺睡觉，就必须买商务舱。很合理的比喻。那第二重锁定呢？第二重锁定更巧妙，是模型区隔。你光是付了钱订阅 Plus 或 Business 方案还不够，这只是让你拿到了商务舱的登机证。还不够。对，要真正享受到最顶级的服务，你还必须在系统里手动选择使用性能更强的 Thinking 或 Pro 模型，才能启用这些高价级的功能。我懂了，这就像是去一家高级餐厅，你付了低消入场，但想吃到主厨的隐藏菜单，还得另外指定。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等于是告诉整个市场，想聊天可以免费，但想让 AI 把你这个季度的销售数据做成一份可以直接向老板汇报的分析报告和简报，第一，请付钱；第二，请务必使用我们的顶级服务。这个比喻非常精准。报告最后的结论就是，这种模式成功地将专业使用者从资讯的消费者转变为自动化工具的付费客户。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商业模式转变，也是这次发布最重要的战略意图。他们不再是卖给你资讯的存取权，他们是在卖给你节省下来的时间和自动化的生产力。既然谈到竞争，这一切的开端都是因为 Google 的 Gemini 3。那么在经历了红色警戒之后，浴火重生的 GPT 5.2 跟它的头号对手 Gemini 3相比，究竟是谁更胜一筹？这一场对决非常精彩，呈现出一种各有胜场的焦灼状态，而不是一方的完胜。所以不是一面倒。对，我们先看抽象推理这个领域，这是一个衡量模型解决陌生问题能力的关键指标。在一个叫做 ARC General AI 2的高难度测试中， GPT 5.2 Pro 拿下了 54.2% 的高分，明显胜过了 Gemini 3最强的 DeepThink 模型的 45.1%。所以 OpenAI 赢了这一局。对，这说明在思考这件事上 OpenAI 成功扳回一城。也就是说，在需要动脑筋解决没见过的问题时， GPT 5.2 目前是领先的。那在知识的广度方面呢？比谁读的书比较多？在专家级知识方面，有一个叫做 GPQA Diamond 的测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研究生级别的资格考。在这个项目上，两者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平手。几乎。Gemini 3 DeepThink 拿到 93.8%， 以极其微弱的优势领先 GPT 5.2 Pro 的 93.2%。哇，这差距真的超小。对，这显示两大模型都拥有极其庞大的知识储备，可能都已经快要触及现有公开训练资料的天花板了。但报告里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有一个测试 ，Google 到处宣传他们的分数，但 OpenAI 却异常地沉默，选择不公布自己的成绩。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这在竞争中很不寻常。这正是这场竞争中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报告称之为战略性遗漏。Google 一直在大力宣传他们在一个名为 Humanity's Last Exam， 简称 HLE 测试上的优异成绩。然而，在 OpenAI 这次发布的所有技术文件中，你完全找不到 GPT 5.2 在 HLE 上的任何分数。他们就好像假装这个考试不存在一样。所以 OpenAI 的策略是打自己擅长的仗，他们不跟 Google 在纯学术的场子上硬碰硬，而是把战场拉回到商业应用这个他们更有把握的主场。没错，这在商学院里是经典战术，但用在 AI 巨头对决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赤裸裸的例子。你总结得太好了，这恰恰反映了 OpenAI 极度务实的战略选择。他们似乎在说，我们不在乎在每一个理论性的学术竞赛中都拿金牌，他们选择把所有的资源和宣传重点都聚焦在能直接转化为收入的指标上。像是我们前面深入讨论的 GDP value。
对，还有另一个衡量程式码生成能力的 SWE Bench Pro， 他们要赢的不是学术界的掌声，而是企业客户的订单。不过，这次的分析报告也并非全是赞美，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 GPT 5.2 的一个明确弱点，而且这个弱点对于我们这些使用中文的用户来说尤其有感。2，在理解图表、软体界面这些视觉输入方面进步显著，但在图像生成这个输出方面，特别是在图像中要精准地渲染出繁体中文字，对，繁体中文字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技术瓶颈。这个我超有感，就像我每次叫 AI 帮我画一张上面有生日快乐字样的蛋糕图片，结果出来的字都像是外星文，歪七扭八的。原来背后有这么深的技术原因。你的这个经验非常典型，这背后的技术根源很有趣。繁体字的字符集非常庞大，而且笔画的细节极其复杂，差一点就可能变成另一个字。现在主流的图像生成技术，像是扩散模型，它们的强项是生成整体看起来很逼真、有氛围感的图像，但它们很难做到嵌入文字所需要的那种像素级的完美控制。了解。对模型来说，一个龙字可能只是一堆复杂的线条组合，它很难精确地还原每一个笔画的正确位置和形态。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技术瓶颈，不只是 OpenAI 的问题，但这也意味着一个市场机会吧？正是如此，这就创造出了一个有趣的市场缺口。报告提到，一些区域性的竞争者，譬如阿里巴巴的 Qwen Image 模型，反而公开宣称他们在图像中渲染中文字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就意味着，对于那些需要生成包含精确繁体中文内容的企业，譬如广告公司要做海报，顾问公司要做图文并茂的报告，如果单独依赖 GPT 5.2 这样的全球通用模型是远远不够的。好的，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深入探讨的内容。对你来说，这次 GPT 5.2 的发布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很显然，它不仅仅是一次技术上的肌肉展示，更重要的是 OpenAI 透过这次发布，在市场上画下了一条非常清晰的商业界限。是的，这条界限就是基础的 AI 互动，像是聊天、搜寻，将会变成像水和电一样，成为日常的一部分，甚至免费。但是那种能真正帮你完成工作的专业级 AI 自动化，将会是一项高价值的、需要付费的专业服务。他们用 GDP-Val 这个指标，成功地将抽象的技术性能与具体的商业价值挂钩，让企业心甘情愿地为此买单。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即使是像 GPT 5.2 这样强大的通用模型，也并非万能。在处理特定文化，比如繁体中文这种细微但关键的需求时，这些全球巨头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也为在地化的更专精的模型留下了发展空间。完全正确，这也引导出我们最后想留给你的延伸思考。报告的结尾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建议：面对特定市场的需求，企业最好的策略或许是采用一种混合系统。混合系统，这可能预示着一个重要的趋势。未来，真正的 AI 应用高手，可能不是去寻找那个最好的、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单一模型。没错。而是学会如何像一位乐团的指挥家，对，像指挥家一样巧妙的组合、调度各种各具专长的 AI 工具。有的擅长逻辑推理，有的擅长创意写作，有的则专精于生成特定语言的图像，让他们在你的指挥下共同演奏出最完美的成果。没错，在 AI 的世界里，也许整合力将会成为一种新的、更重要的核心竞争力。